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笑死，内娱失业咖最严厉的父亲，竟是肖战自己。刚从米兰回来，时差还没倒。183.6厘米的净身高，主动选平底乐福鞋。刚从米兰回来，时差还没倒。183.6厘米的净身高，主动选平底乐福鞋，之为赶路舒服。这是2026年2月底，肖战以 Gucci 和 Toyota 双奢全球代言人身份完成一日双秀后被捕捉到的状态。他连续第4年稳坐2大品牌秀场头牌核心位，紧邻品牌 CEO。外媒称其为全场最大咖，贡献了当季 Gucci 秀场96%的热度。但闪光灯暴雨般的簇拥之下，他捏着咖啡杯被拍到凌晨4点。人累，但状态是松的。这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另一种极致的紧绷。一种将所有外部压力内化为自我驱动后的从容。杀青小城良方的当晚，他连夜从辽宁锦州飞回北京，没有庆功宴，没有停留。第2天，他就低调现身，准备进入下一个工作循环。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这样无缝衔接。2025年至2026年初，他同步推进《藏海传》后期宣传。谍报上部封顶补拍集《小城良方》主体拍摄，仅《小城良方》开机106天内，他参与拍摄84天，其余时间被商务活动、跨年晚会、专辑制作填满，日均工作超过10小时。这种强度被媒体称为特种兵行程。但如果你以为这只是被行程推着走的劳模，那就错了。真正的严厉来自他对自己设定的远高于外界预期的标准。为了出演徐克执导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中的郭靖，他提前数月开启了封闭式训练。训练时间表被曝光：上午10点到12点骑马训练，下午1点到6点武术训练，晚上6点到8点学习蒙语。这还只是基础课表。合作演员透露，休息时间他还会自己加练，被剧组称为卷王。骑马训练从基础骑乘到单手控缰，马上挥兵器。他需要驯服剧中桀骜的小红马，达到马随人形的默契。武术训练则系统学习掌法、棍法等基本功，后期融入降龙18掌的专属招式设计，动作精确到踢腿高度与出拳弧度。最具挑战的是蒙语，剧本里有大量蒙语台词，他第一次看到时挺为自己担忧，因为都看不懂。他的方法是跟蒙语老师不停地交流，戴着耳机跟读，先掌握语调语速，再用普通话演一遍，标记情绪，最后转换为蒙语，把情绪再加进去。他拒绝后期配音，坚持用蒙语原声演出，即使面对复杂情绪戏也是如此。这种笨功夫，他前后投入了7个多月，其中集中训练2个多月。这种自我苛求贯穿了他每一个角色。在《小城良方》中，他饰演一位因医疗事故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双手颤抖的天才医生刘增亮。为了这个角色，他减重15斤。路透图里，他颧骨凹陷，手背青筋凸起，旧棉服的袖口摸出了毛边。为了演好手抖，他专门去医院观摩开颅手术，用200张猪皮练习手术缝合，精准控制颤抖的幅度。他还设计了一个细节，说没事的时候，左手会下意识掐右手虎口。这个动作在拍摄中重复了17次，从红肿到结痂。为了体验恐血症，他用围巾蒙着眼睛，在零下29度的雪地里踉跄行走，一走就是4个小时，直到睫毛结冰。在《藏海传》剧组，他提前半年研读剧本，手绘人物关系思维导图，用颜色标记角色心理变化曲线。剧中涉及200余条堪舆术语，他聘请台词老师全程跟组，
收工后反复练习古装剧发音韵律。高烧39度时，他主动申请拍摄角色虚弱的戏份，零下气温中浸泡脏水拍打戏。因干眼症发作，改用人工泪液完成特写。导演郑晓龙评价他全身心沉浸，不三心二意，即便房车空调因收音需求关闭，他裹着厚重戏服在高温中完成拍摄，只为避免温差影响表演状态。这种对专业的极致打磨，甚至体现在一些看似微小的坚持上。2024年2月，为了赶赴米兰时装周，他特意选择凌晨航班并走 VIP 通道，试图低调出行，但仍在机场遭遇大量代拍围堵，导致现场秩序混乱。一向以温和形象示人的肖战，罕见的大声维持秩序：“听得懂话吗？你们往前走，在干嘛？有没有秩序？”事发前2天，他刚通过工作室发出倡议，呼吁不要蹲守跟拍，并坦言自己每天上下班都穿一样的衣服，希望大家不要浪费时间围观，影响公共秩序。这次发火并非针对粉丝，而是对破坏工作环境、干扰公共秩序行为的直接反应。更早之前，在《藏海传》拍摄期间，为了抵制代拍，他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上下班都穿着同一件羽绒服。业内合作者对他的评价几乎形成了一种口碑闭环。柏林影后于南与他合作《藏海传》后感叹，肖战让他演着演着不像在演戏，完全沉浸在情境中，甚至忘却镜头存在。他特别提到，导演现场临时修改的文言对白，肖战无需背诵即可直视对手眼睛流畅演绎，同时精准把控古装剧的语言韵律与情绪层次。演员黄觉多次强调，肖战颠覆了行业对流量演员的刻板认知。他观察到肖战会反复研磨每一句台词的设计，与导演探讨动作细节，甚至通过步态和体态还原古代谋士风骨。梦中的那片海导演傅宁评价他非常认真、积极、聪明，非常有能力，塑造人物的能力非常强，而且悟性很高，跟老戏骨搭戏也能接住。玉骨遥导演蒋家俊称赞他十分敬业且钻研角色，有爆发力和感染力，表演真实流畅，层次分明。就连合作拍摄地广宣传片的商务导演也发文称，肖战从头到脚无死角，拍摄过程非常轻松，不用找角度或修饰就能创造精品。那么，驱动这种近乎自虐式敬业的内在燃料是什么？或许可以从他对自己工作的描述中窥见一二。在谈及饰演郭靖的感受时，他说：“做好每一件事情，专注当下，跟郭靖一样，就是你手头上有事儿做的时候，就不要有太多杂念，然后去做好它。”这种专注当下的心流状态，或许就是他能将高强度工作内化为修炼的原因。他不是在被动完成 KPI， 而是在主动雕琢一件件作品。这种自我驱动也体现在他对时间的极致利用上。在射雕剧组密集训练期间，他还要抽空拍摄代言的品牌物料。在小城良方拍摄的123天里，他身处东北小城锦州，却让这座城市的百度指数一度飙升至全国第一。他减重、学医、练方言，用4个月的时间，不仅塑造了一个角色，也意外地为一座城市注入了被看见的活力。杀青后，他没有任何停留，立刻返京，投入下一个未知的行程。所以，当我们讨论内娱失业咖最严厉的父亲时，我们讨论的其实是一个将外部职业压力完全转化为内在成长动力的样本。他没有一个外在的拿着鞭子的监督者，他的监督系统内置于心。米兰时装周的顶级待遇，是他商业价值与专业表现被国际认可的体现。射雕里苦练的蒙语和马术，
是他对角色敬畏的注脚小乘凉方中颤抖的手和结冰的睫毛，是他将生理体验转化为艺术表达的执着。机场那声罕见的听懂话吗？往前走，是他对工作环境与公共秩序底线的维护。他的眼睛在片场会发亮，在秀场内淡然是松的。这种状态，或许就是热爱的具象化。热爱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愿意为他忍受零下29度的严寒，愿意为他啃下陌生的蒙语台词，愿意为他把一天掰成48小时来用，也愿意为他在人声鼎沸中守住内心的秩序。他的主场从来不只是红毯、片场或舞台，而是那个由自我意志完全掌控的名为敬业的修炼场。在这里，他既是唯一的学员，也是最严苛的导师。